方杨希言道路第213篇。什么是真正的放下？作者东方杨希。经常有学佛者对我说，我修了这么多年还是放不下呀。人们心存这样的思想，是无法获得真实解脱的，因为这是一种二元分别。当人们认幻为实，把一切当成实有，心存能悟所悟，能证所证，烦恼与解脱，轮回与涅槃的心时，才会产生出这样的问题和烦恼。六祖慧能大师云：起修皆妄动，自心即是涅槃，即心即佛，自心即是西方，自心本来自在，自心本来解脱。人们若能放下一切执着妄想，无需舍掉什么，当下就获得解脱，证入涅槃了。当人们产生修与非修等各种的分别妄想时，就与道、真主、上帝、极乐世界隔绝了。佛陀云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诸法无我。六祖慧能云：本来无一物。因为一切的存在，包括自身，皆是本空本无的幻象。对于原本就不存在的东西，根本不存在什么放得下与放不下的问题。就如同一个人心生幻觉，自认为手中捧着一件非常珍贵的东西，生怕放下双手后会丢掉和损坏这件东西。这个人如梦一般，逢人便说：我实在放不下呀，我实在放不下呀。他不知，其实他所认为放不下的东西，就如同皇帝的新装一样，原本就不存在。记住，一切的障碍并不存在于原本就不存在的事物上，它只能存在于人们的自心，而自心也是空性的，所以一切的痛苦烦恼不过是一种自我产生的幻想而已。佛说的放下，是让人们看破事物的虚幻性，从内心放下各种的贪执，而非仅指形式上的放下。学佛者唯有觉悟诸法的实相，了知一切皆是自心变现的幻象，才能够从内心真正放下各种的贪执，从而获得解脱。如果一个人从内心真正看破和放下了一切，外在的一切有无都不会对其构成障碍。反之，一个人内心没有觉悟诸法的实相，即使其放下了外在的一切，仍然无法获得自在和解脱。当今的学佛者对放下存在三种误区：一是认为自己只有放下手中的一切，乃至抛家舍业才能够获得解脱；二是认为自己放下的越多，得到的越多；三是觊觎通过舍弃生命和家庭，在精神上获得超人的智慧和能量，一鸣惊人，出人头地。存在第一种误区的人，不知一切法空即是菩提，自己和自己手中的一切皆是空无自性的幻象，以假当真，认幻为实，对其产生了虚妄的执着，所以外在的一切才对其造成了障碍。断际禅师云：凡人多为敬爱心，失爱理，常欲陶静以安心，秉事以存理，不知乃是心爱静，理爱事，但令心空，静自空，但令理寂，事自寂，吾道用心也。此时说，并不是各种事情妨碍了自心的清净和解脱，而是因为自心看不空，看不破，妨碍了事情。
存在第二种误区的人，大多是受了邪师邪法的蛊惑。他们认为自己布施的越多，得到的回报就越多，或自己在人世间放下的越多，获得的果位就越高。其实这种人至多只能算是修福，而非修佛。他们不知道，学佛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出离生死轮回，而出离生死轮回的唯一途径，就是觉悟诸法的实相，从一切的幻想幻觉中觉醒。而这些人的做法，等于是在造梦，希望自己将来做个更好更美的梦，而非觉醒。存在第三种误区的人，大多是心存野心之人。这种人在社会上大多是失败者，或本来就一无所有。他们跑进深山里，觊觎通过佛法的修行，得到常人所得不到的东西。因为这种人因地不真，且不具有真实无伪的出离心，加之没有得到正法和修行要诀，所以他们最终通常只能有三种结果：一是走火入魔，二是半途而废，三是绝望自杀。当今终南山的大多数修行者，基本上都属于这类人。冈波巴大师说，在师长印心直指之后，我们就应该认识到，所有的事物也都是没有什么好抛弃的，所有的这些，它们都不过是新的变化罢了。三界为心，万法为实，一切原本就不存在，你放下什么？指约录中有这样一个故事，世尊因黑市犯智，现合欢梧桐花。佛照仙人，放下着。犯智放下左手一株花。佛又照仙人，放下着。犯智又放下右手一株花。佛又照仙人，放下着。犯智曰：吾今两手俱空，更教放下个什么？佛曰：吾非教汝放舍其花，汝当放舍外六尘，内六根，中六识，衣食舍却。无可舍处，是汝放生命处。犯之于言下，勿无生忍。由此可知，佛说的放下，并不是人们手中的物，而是人们心中的执着妄想。如果人们看不破事物的虚幻性，不知三界为心，不明诸法的实相，即使舍掉全部财产，乃至舍掉身家性命，也无法获得觉悟和解脱。孔子说：天下国家可君也，绝路可辞也，白刃可导也，中庸不可能也。说的也是这个道理。大般若经云：无所得即是得，以是得无所得。从前一位禅师得道后，别人问他得到了什么，他说：我从来就没有失去过什么。自古以来，凡是证悟真理者，皆言一无所得，万法皆空。因为人们把一切当成实有了，才存在放下与放不下的问题。对于真正看破一切的大修行者来说，只是随分度日而已，根本就不存在放下与放不下的纠结。以后学佛者不要再跟我说，我这也放不下，那也放不下了，因为你所认为放不下的东西原本就不存在。你只是理没有明透，没有觉悟诸法的实相，以假当真，认幻为实了。你抱持着各种虚妄的执着，
所以才认为这也放不下，那也放不下。如果你真正觉悟了诸法的实相，即使你日日享受功名富贵，天天吃喝玩乐，也不会对你的修行造成障碍。何以这么说呢？因为心外的一切原本就不存在。既然一切原本就不存在，又怎会对觉悟者的心产生影响呢？随着佛教的演变，佛陀所说的放下，成了当今某些人集此诓惑众生、骗取钱财的工具。古往今来，依据不如法、不负责任的放下，不知害得多少人倾家荡产、妻离子散，乃至家破人亡。陈小旭就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案例。他生前放下了事业，放下了金钱，放下了家庭，放下了治疗，结果又怎样呢？达摩祖师云：若不见性，说得12部经教尽是魔说，魔家眷属，不是佛家弟子。那些没有觉悟诸法实相，尚未开悟见性之人，根本就没有资格给他人讲法论义，更不配对他人说放下二字。因为一，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放下吗？二，你自己放下了吗？三，你能够保证对方放下人生的一切，包括事业、家庭、金钱等，就能够获得觉悟和解脱吗？如果不能保证，那么你的这种说法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欺骗和谎言。对于已经觉悟诸法实相、开悟见性者来说，他们无论劝学佛者从心里放下，还是在形式上放下，都是如法的。即便如此，人们却很难听到某位善知识会劝他人放下家庭、金钱、工作、事业的。这是因为他们深知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即使他们从形式上放下了一切，也未必会获得成就。因为一个人不能觉悟诸法的实相，没有真正看破，不可能做到真正的放下。一个人心里没有放下，形式上放下后，心里反而会产生更大的痛苦、矛盾、纠结。如果真有某位善知识劝你在形式上放下什么的话，那么他一定认为你此生有成就的可能，否则他通常会劝你在工作和生活中慢慢体会和参悟。也就是说，善知识说法是因人而异的，是不带有个人目的和企图的，是不会有任何欺骗和谎言的，是对听法者完全负责的。反之，那些别有用心之人，通常会毫不负责任地唆使他人放下一切，因为只有他人放下一切，断绝了一切后路，才能够死心塌地地追随他，才能够献出自己的金钱乃至生命。当人们真的放下一切，最终没有往生到他们许诺的西方极乐世界，他们反过来又会给你头上扣一个屎盆子，就像当初某些人侮辱陈小旭那样，说其生前业力太重，没有真正放下之类。永嘉大师云：了即业障本来空，未了应须还宿债。此是说业障并非实有，因为人们没有觉悟诸法的实相，心中仍然有虚妄的执着，所以才会随业所转。本人并非否定放下，只是阐述什么是真正的放下。事实上，对于一般人来说，往往拥有什么，就会执着什么。因此，劝学佛者放下形式上的东西也是对的，但形式上的放下，必须是为了放下内心的贪执。如果仅从形式上放下一切，
心中的贪执仍在，这种形式上的放下就不具有任何真实的意义。反之，如果一个人内心真正觉悟了诸法的实相，放下了一切的贪执，外在的有无皆不会对其构成真正的障碍。因为本来无一物，诸法无我，一切原本不存在。既然连我都不存在，放下什么？又何来的障碍？因此，衡量一个人是否真正的放下了一切，与其外在的物质财富、家庭儿女、贫富贵贱没有丝毫的关系。人们看不破事物的虚幻性，不知三界为心，万法为实，即使抛弃手中的一切，也不会获得觉悟和解脱。反之，如果一个人从内心真正看破和放下了一切，即使其妻妾成群，山珍海味，也无关心事。许多祖师大德之所以不愿道破此理，一是怕那些本来就什么都放不下的人以此为口实，愈加的贪执；二是怕此理被某些心术不正、别有用心之人所利用。如果你认为自己已经放下了一切，那也是一种幻觉，因为你从来就没有真正拥有过什么，所以你也从没有真正的放下过什么。你所放下的不过是虚妄的执着而已。如果你认为自己什么也放不下，那也是一种幻觉，因为你所认为的东西原本就不存在，你只是在抱持着一种虚妄的执着而已。写于2017年11月26日。